801124，手机的密码，你帮我输入。什么呀？这是艾瑞的手机。艾瑞车祸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出事那晚是约了他老同学 Sandra 吃饭，但是他却说谎骗我。他说要回公司开会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骗我。我帮他想了很多很多借口。我以前觉得偷看老公手机的女人很没用，我已经试遍了我们的生日、车牌号码、身份证号码，一共试了9次。如果再错一次，手机会被还原。那你刚才给我的那个密码是 Sandra 的生日，我在她 Facebook 找到的。其实我已经放下2年了，我不敢试。但是我今天看到 Sandra 从艾瑞的病房里走出来，你帮我试。如果最后一次还是错，手机被还原，那不管艾瑞做过什么，我都可以不计较。那如果对呢？我开他的 WhatsApp， 看到的第一条短信是，他说他会跟我离婚。我在网上翻，看到一张照片，他儿子1岁大。你什么时候跟你老婆离婚？我不想每天偷偷摸摸。我对她没感觉了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你还说今天陪我，今天走不开，我老婆在。你跟你老婆在一起，心也要想着我。别再走了。对不起。姐姐，我联系了律师帮我，这封是律师信。不用了，以后跟艾瑞有关的事，你决定就好。阿峰说要陪弟弟妹妹来不了，英妹说今天很累，想早点回家休息。不是吧？明明4个人约吃饭，结果最后就剩下我们2个人。没关系，我中午没有吃什么，你可不准跟我抢。哦，那你多吃一点，叫了这么多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
怎么了？不爱吃吗？不是，今天徐先生问阿雪，好一点之后想吃什么？阿雪说想吃椒盐豆腐。哎呀，阿雪已经醒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再说已经下班了，医院的事就留在医院。如果她真的醒不过来，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。恶性高热是非常罕见的 case， 阿雪自己还有她爸爸都不知道她会对麻醉药过敏。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呢？那天还没走出手术室，我就问自己，到底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是用医生的角度去做决定，还是我把自己当成了阿雪？因为我曾经流过产，我不能生孩子，所以我很理解失去孩子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了解阿雪的想法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没尽到医生的责任。你从来没有试过不尽责。你当时不在手术室，怎么会知道？我们认识了多久了？从你做 basic trainee 那天开始，就已经认识了。你有没有试过哪一次对病人是不上心、不尽责？我不觉得有。那医生也是人，有时候会对某些 case 特别在意，投放很多感情进去。但这不代表我们的决定是不专业的嘛。你为阿雪开腹之后，发现肿瘤的情况没有预期的那么差，你觉得把胎儿留下对阿雪来说是一件好事？我有没有说错？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阿雪，而不是为你自己。为什么说自己没有尽责？只是随口说一句。你不只说一句。快吃吧，椒盐豆腐都变成虎皮豆腐了。我有吃，是你自己没吃吧？我一直都在吃啊。是，我错了。刚才知画问我，如果再也不能走路，还会不会继续当医生？其实那么多 trainee 里面，知画呢是最用心、最努力的一个。他好像从很小开始就立志要当小儿外科医生。我也觉得特别可惜，还想说儿科中心建好之后就让他加入。说的好像儿科中心就快建好了一样。怎么这么有信心？你老大还在搞破坏，他到处跟人家说建肠胃中心有多好。他很快就会闭嘴了。因为手术室那段影片一播出，他就会……那段影片应该没有机会播出了。为什么？你老大呀，认识电视台高层郑义信，我想他们谈拢了，郑义信不会让 Jason 播那段的。那你又说他会闭嘴？喂，我这光靠嘴说，全程都有录像。闭嘴！哦，杰森偷偷把影片给你了。你准备把它传到网上？哦，不至于赶尽杀绝，还是给他留条活路。也对呀，就算你把影片传到网上，弄得他辞职了，之后也是换个不知道什么人上来。不过现在手里有这段影片，就可以让他乖乖听你话。哇，你这招还真毒！你这么说我呀？所以儿科中心搞定了？还没有，还要好好的写一个方案。方案已经在你脑子里了。这么懂我？说来听听。那我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将来儿科中心要提供折叠床，要有家属留宿服务。哇，好啊！还要有很多很多的室外活动空间，让小朋友可以呼吸新鲜空气、晒晒太阳啊。天台上呢要有个小型天文台，要有望远镜让他们看星星。那要不要开个天文学习班？我刚想说要开那些兴趣小组啊、亲子活动班啊，还有辅导班，让长期住院的小朋友可以读书学习。咦，能不能让他们开车呢？对呀，现在小朋友的玩具车种类很多，很可爱，他们肯定会喜欢。哦，不过也不可以让他们开着车在医院里转来转去的。那小朋友最怕做手术了，那么要做手术的小朋友就有特权，可以自己开车去手术室，男孩子就开跑车、消防车，女孩子坐南瓜车和马车，跟小公主一样。
哇，我怕他们到时候抢着做手术。不错。